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大舅。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来了伊达，他是中国区 MBB 中某一家的合伙人。那今天跟我们讲一讲关于咨询的事情。那么首先呢，会讲一讲他的个人经历，再会讲一讲关于这个咨询这个行业、管理咨询这个行业 MBB 的一些具体的情况，以及他的一些技能分享。那首先呢，我们有请伊达给大家先打个招呼 ，say 个 hi 吧。大家好，我是伊达。我跟大舅他是我的中学师兄，也是好多年没有见了。然后很高兴能够上这个硅谷网红的这个节目呀。对，好，客气客气。这确实有几年没见了哈，但是很开心你现在在这个中国的职场也发展非常不错，然后最近也是成为了合伙人，所以你作为合伙人，你有很多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首先的话，我想听听看你的个人经历吧，比如说，你是哪里长大呀？还有去哪里读了大学，学的什么专业？后来讲一讲你的工作，好不好？ OK，那我刚刚也提到了，那个大舅是我的那个师兄嘛，所以中学的师兄。实际上我跟他是老乡了。那我是武汉人，那我们俩都是武汉外国语学校。那其实如果大家在国内长大，可能对就是外国语学校这个圈子，就是大家还是会听过的。我觉得外国语学校应该算是中国我们那个年代所谓的比较素质教育的一个典范吧。那我在武外毕业之后呢，是上了北大。然后北大我读的是国际关系学院，就是国际政治专业。那同时呢，因为其实国政并不是我就是大学的，就是报这个专业的时候的第一志愿了。我其实本人还是一直是对就是经济啊管理这方面是比较喜欢的。那当时我在报志愿的时候呢，我可以选择去上清华的这个经管，或者是说去上北大，可能上不到经管这样的一个专业。但当时你知道，就北大在文科生心目中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这个滤镜的。那现在我觉得还是如此了，我对北大还是很有感情。所以当时即使我觉得可能你上不了你自己最喜欢的专业，但我觉得北大就对于你整个人的一个全面发展，或者说是基础的一些通识教育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最后还是选了北大。那很好的是说，北大也有很多这种双学位的一些制度了。那北大当时还是叫那个 CCER， 就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在应该叫国务院发展研究院吧，就是它应该独立出来的一个组织。他们当时是开了一个精双的一个双学位，所以实际上我也当时在大学期间呢，就是根据自己的个人兴趣呢，实际上也是选了一个这个精双的这样的一个专业。首先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对我后来的职场发展比较怎么说有影响的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实际上是说，北大当时还是一个就是社团文化特别强的一个地方。那个大舅应该知道，知道。他当时对我当时，因为我跟他除了我们俩中学其实是不认识的，因为还是差一些辈分年份。是的，是的。但是我们实际上是我读本科，他在北大读研究生，然后我们是那种校友就是聚会吧，算是我们俩认识的。然后北大比较强的一个社团文化，当时我参加了北大的一个社团，因为当时我大一读完之后呢，就有一点迷茫，因为说实话，我对国际政治这个专业里面觉得很多东西，说实话比较抽象，然后我自己也没有想好说毕业后就要去从事这块的工作了，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那我可能得有一些别的一些方向或出路。那除了选精双以外，那当时北大的社团里面其实有很多经管类的一个社团，那我当时实际上是选了北大的这个咨询学会，它那个缩写叫 PICA，Peking University Consulting Association。我觉得 PICA 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到现在都还存在啊，就是这个学生社团。那实际上这个社团当时，首先你当时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啦，就是大家可能有着类似的一些志向，对，不一定说我毕业一定要去只咨询，但至少大家对咨询、管理、经管这些东西是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在一起做一些交流。第二个，确实当时那个社团还是搞了挺多挺好的一些活动，比方说大家一起学习一些咨询的方法论啊，我们做一些模拟，做一些 case 啊，包括当时也有很多跟咨询公司去接触的一些校园活动的一个机会。所以当时这个社团的给我的影响也是蛮大的，包括我们毕业之后到现在为止，很多当时社团里面一起玩的朋友，现在都还是很好很好的。就我毕业很多年了，我就不讲多少年了，但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大家都还是很好很好的朋友。打断一下，所以这是第二点。当时那个咨询的社团的人，现在后来真的都做咨询了吗？都在 MBB 或者其他各大咨询公司吗？那倒没有，我想想，可能比例上，我觉得20%左右吧。的毕业之后可能是直接从事这个咨询行业的。
那有很多其实，但是大部分都会从事就是更广的所谓的经管类，比方说我知道有的人，哎，对，或者比方有人可能去做投资的那种研究。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你看一个公司有没有价值，我觉得这个你所谓的咨询的一些技能或者是方法也是相通的嘛，对吧？我们后面会讲到关于这个咨询的方法论。好，我们接着讲你的故事。好的，好的，谢谢。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可能当时对于我未来的职业发展可能会比较有影响，就是这个社团，就是这也是北大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制度。然后第三个实际上是我就是说在大学期间也做了一些实习。这些实习当然不一定全部都是咨询类的，有一个实习是去德国，大家可能知道那个有一个组织叫 ISEC， 你们可能也听过，也是一个学生社团组织，它是把这个学生从本国送到国外去做这种 international 的这种 internship。那当时因为我中学是在外校嘛，所以我是会德语的，所以我实际上是去德国的一家商业银行。做了一个大概2个多月的一个就 summer intern， 这大概是我大2的一个暑假。然后呢，我大3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也是去过4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另外的一家德国的一家投资的公司做过一些实习。我觉得这些实习经历呢，也让我对自己未来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可能有了更大的一个理解。虽然我说实话，我的实习经历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在一家咨询公司去实习过啊，没错。但实际上就比较有意思的是说，在那家德国的银行，包括后来做那个投资公司，那家投资公司有点类似于 PE 吧，是很早年的一个，是叫德国的国家层面的一个投资公司，然后他会做一些所谓的企业的一些基本面的一些研究啦，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未来的一个职业发展的选择，包括偏好，实际上都会有影响的，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在北大的经历，不管是经双，还是社团，还是说这些实习，实际上你大概能理解说，我对于不同的一些工种，或者说自己未来的一些工作的发展方向，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些探索。对于未来自己，不管是说你喜欢什么，或者说你擅长什么，包括你的简历上可能添砖加瓦，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些经历啦。所以大概是我就毕业之后呢，然后实际上就是当时是加入了一家德资的一家，反正也挺有名的，我这边就不说名字了，因为确实有一些保密性的一些规定。非常全球领先的一家管理咨询的一个公司。那我在那边待了大概5年多的一个时间。那我中间实际上也从那边离开之后，我实际上也加入过一家企业，比较短的一个时间，大概半年左右。但我其实加入了那家 corporate 之后呢，我自己后来发现并不是特别喜欢。但等会可能会谈到，比方说我个人会喜欢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后来实际上我也就离开，后来又重回咨询业。那现在就是在 MBB 的一家，现在在做合伙人。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吧。而且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其实是做过3家公司，对不对？的咨询公司。首先在一家德资的咨询公司，那家是不是 MBB 的？后来你在 MBB 中的2家都做过，其中一家跳到另外一家，后来又成为了合伙人。所以说这个故事，我觉得等会儿可以再深挖一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的一点吧。所以说我有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哈，就你当时是就整个职业生涯是围绕咨询在走吧，哪怕你去了企业。后来又回咨询了，这咨询到底对你有多么大的吸引力？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我觉得这件事儿首先跟我个人性格还是很有关系的。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做一些非重复性的东西，就我喜欢就是说每天的工作比较新颖，你能解决一些新的问题。那我觉得 corporate 至少我当时跳的那家可能是它的性质的问题，我不是说代表所有的 corporate，比方现在也有很多 corporate 的工作。我相信是非常每天都是新的，很 challenging。但至少那一家当时的工作是非常 daily routine 的，而且我觉得它很大程度上的工作其实是可以被机器所替代的。那我觉得人的价值就很低，而且我当时去那公司，我就会觉得说我很担心。其实那是个非常好的公司，而且其实是非常 big name， 但是怎么说，可能是那个职位吧，我就觉得它的很多工作是可以被机器所替代的。我觉得就我个人的 value 就不是那么显现。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咨询的 nature， 就是每天都是新的，能解决一些新的问题，让你觉得很激动。有 intellectual 的这种 challenging，这个我觉得就我会觉得比较有意思啊，这是我觉得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 consulting 里面的人也是对我来说比较重要。我觉得大部分的 consulting 的人都还是非常聪明的，我觉得我也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包括说人和人间的相处，说实话相对单纯。如果你跟 corporate 去比较的话，就人际关系比较简单。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点。第三个，实际上咨询里面其实它的所谓的 career path 啊，其实很清楚的。如果你打开任何一家大一点的 consulting firm，就那几家，大家打开看，它比方说它的不同的 level， 从这个 level 到下个 level 要几年，什么样 performance 能达标，其实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大家如果去 corporate 的工作，肯定很清楚，其实 corporate 的很多时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天哪，对，你说不清楚的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这个也是你从 career development 的角度，你自己会觉得有那个 progression 的那种感觉，对吧？会比较有成就感。对，我觉得这3点可能是核心吧，还有其他很多点，包括其实收入也还不错，福利呀，各种包括公司的文化，我觉得大部分 firm 的文化都还是可以的啊，就大一点的啊，我们不说特别小的、特别残酷的那种，所以这些都是能够去吸引我一直在这待了还蛮长时间的一个原因吧。那你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咨询公司里面就职呢？就你又去了德国那家，又去了 MBB 州的2家，这个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就在一家一直做呢？德国的那家是因为当时我想离开咨询行业去看一下，而且那家公司当时确实也出现了一些业务上就大的公司层面战略的一些变化。那当时他可能会说被另外一家公司所收购。而且是一家公司，另外一家全球的规模比它大，但是可能在中国地区声誉不一定比它好。那当时其实员工都会很担心，说我的这个未来我的市场价值会被怎么说贬值吧？所以当时确实公司处于比较动荡。那当时因为我也做了5年嘛，确实也想尝试一下可能不同的一些行业，所以当时我就去了那家 corporate 去看一下。那这是第一次。那为什么我当时没有回那家？就是那我当时也有别的机会，就去更好的 brand name 的嘛。是的。那我觉得确实，包括那家公司他自己还在动荡。对 MBB 嘛，有机会去 MBB 那肯定是最好的了，对吧？对，你肯定还是想去最好的 first tier 的这个公司嘛。那去 MBB 中间从第1家换到第2家的话，更多是一个就是未来的行业方向，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怎么说比较多的去服务金融服务业的客户，就 financial services，资管机构。银行、保险公司这些是我的主要的客户。那实际上，那个第1家那个公司这块业务规模在中国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那它也有些自己战略上的考虑。那如果我想在那家公司去往上去升呢，你可能这块的业务你不可能100%做这块业务吧？对。所以我就想说，那为了你未来的路会更宽一点点，所以我想说就换到另外一家，第2家那个公司确实。它整体在金融业块实际上整体业务规模包括体量包括积累团队都是会强大很多的。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个看来 MBB 之间还是有很多这种 specialty 上的区别，对吧？就是不是说 MBB 作为 top tier 都很相似，其实每家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这个focus， 挺不一样的。3家公司文化上业务的专长做事情的方法都还挺不一样的。没问题。好的，那我觉得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下一期呢，我会请伊达就是着重讲一讲关于咨询行业的职业发展，就比如说咨询的主要的这个事情，以及它的职业路径，它的甚至是收入等等这方面一些事情，让他给大家做一点点简单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哦，对了，各位同学，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记得给我们点赞哦。点完赞之后，记得留言哦，记得给我们怎么样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哦。再怎么样呀，这个 B 站上记得给我们3连哦。然后怎么样呀？记得扫码加这位小同学的微信，就可以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读者群，和我们一起互动。好，谢谢伊达，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拜拜。